这几天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请我到苏格兰去跟他喝杯 whisky， 很想去，不只是为了 whisky 的关系。大家好，苏格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很古老，很多传说，还有很多很漂亮的风景，山区啊，还有那些老的那些古堡。苏格兰给全世界一首民歌，一首民谣。我想到这个，我们跨年可以唱什么歌？只想到那首曲子啊，我弹给你们听。这首你们都听过了，很多电影都出现，在很多机会都可以唱这首歌。听说也是这个童子军的那个离歌。这首歌就是苏格兰的民谣，应该算是很老的一首民谣。它只有5个音，像国语一样，你可以弹那个黑键就可以弹得出来。这个苏格兰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他发现这首歌，就配上那个歌词哈。他自己也变得很出名，那首歌也变得很出名，叫 Robert Burns。Robert Burns， 他因为是对德国的浪漫音乐这个影响很大，尤其对舒曼写了很多艺术歌，利用他的这些诗。Robert Burns 他是什么样子一个人？他跟莫扎特差不多同一个时代。莫扎特是1756年了，他是1759年到1796年，所以生活也很短了。他生活很艰苦，他父亲是一个农夫。他经营一个农庄，小小的，而且他那块土地不是他自己的土地，是租的，所以生活是蛮苦的。但是他爸爸很支持这个儿子的这个教育，但是他从小就是做苦工，所以从小就有那个心脏的毛病。但是他很喜欢写诗。他第一首诗就是他初次恋爱的14岁的时候写的，后来一直不断的写，就是他已经在他那个地方就很出名，很多人跟他要一首诗，我要结婚的时候还是什么节日的时候，生日啊什么的，都跟他要这个诗。他25岁，父亲死了，他接这个农庄，要继续经营农庄。可是他连续几次这个欠收，所以经济就垮了。怎么办？欧洲那时候很多人就是走投无路，没有前途，就想移民到美国去。他也是一样，他要跟他弟弟移民到那个 Jamaica 去了。结果连那个路费的钱都没有，所以他就去出版一些诗，一下子就很轰动，一下子很受欢迎，赚了很多钱，就留下来，就没有再考虑移民的这个事情了，就变成这个苏格兰的民族诗人。但是你写诗那个收入还是不够。所以他就在这个税务局工作。什么样子的税务？酒跟烟。那产酒的人很会喝酒，他就一起喝，
他不要输给他们，所以到后来就身体就衰弱，37岁就过世了。但是这首歌很有名，我们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首歌。这首歌是赞美这个友谊的关系。他第一行就是说，怎么能忘记旧日朋友？这句话很好，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跟朋友联络，没办法相聚，也没办法一起喝 whisky， 所以唱这首歌真的是可以满足我们的心里一种需要。但是这个故事，这首民谣还有另外一段。现在是贝多芬的周年的结束。贝多芬跟这首诗有什么关系？苏格兰这个爱丁堡跟维也纳这个距离那么长。贝多芬可能是在英国之外第一个作曲家编写这首民谣。怎么回事？在爱丁堡有一个人想收集当地的民谣，他想请一个欧洲的一个有名的这个作曲家配上这个伴奏，还把那个歌整理整理。他跟别人合作很有意思，他们寄来寄去的。贝多芬说：“这个你曾经海顿也做过这个事情，海顿跟他要一首歌1个英镑，所以贝多芬也很会算钱啊。”那后来真的是成交了。贝多芬总共为他编写了179首歌，你想想看，179，很多作家呢根本没有179的这个作品。在11年中，从1809年到1820年，这个事情一开始，维也纳很会谣言哈，说贝多芬现在开始写这个苏格兰的民谣，好像已经他的东西写完了，已经没有内容可以写。那贝多芬就觉得这个很好笑，就跑出一些很棒的一些曲子。反正贝多芬为什么他接受这个挑战？因为民谣里面，我们说它是这个音乐最原始的泉水，好像是这个石头被这个水磨得这样光的，磨的这个形状，完全是完美的形状。民谣没有一个作曲家，民谣是在民间里面慢慢磨练出来的一个旋律，所以最真实。贝多芬说，写一首曲子像民谣一样那种风格是最难的，所以可能是这样的才接受这位。有一位是叫 George Thompson， 他是公务员，他也跟音乐其实没什么关系。而 George Thompson 他当然希望聘请贝多芬可以赚很多钱，结果呢，他觉得贝多芬写的太难了，伴奏太难，而且那个音也太高，人家唱不上去。他还跟贝多芬有点抗议啊，你可不可以配上我的民谣不要那么难的那个伴奏。贝多芬也不只是钢琴，他是钢琴3重奏，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全部179首都是这样子编曲的。贝多芬很不高兴，他说：“我没有这个习惯，写完的曲子完成了再改。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改的话，整个风格都会改变的，不做。”那没办法，那个汤姆森就说：“好吧，那就不是为我的这个前途，不是为我的经济这个情况，就是为了将来的后代的。”但是你说现在我们是后代，我们第几后代？
很多歌都还不知道，很多歌也还没有出版，所以这个让你们有这个去那个功劳啊，去研究，去弹这个曲子，很有意思。那贝多芬写的这个轻喜怎么样？我弹前面一小段啊。它后面当然还很长，而且它不只是一个声部，它是3声部的合唱，所以他对这首歌也蛮重视的。但是从前面你可以判断，它有点那个古典派的这个味道。那我们现在是比较浪漫派的。我在弹整个曲子，下面让你们一起唱。大家跟我一起来。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f old lang syne? For old lang syne, my dear, old lang syne wi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old lang syne. 现在跟你们敬一杯 whisky， 要不要？这样我就不需要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那种感觉。这个 Robert Burns 他就是那个赞美这个过去的美好的时光，让我们想起我们以前过的这个美好的生活，然后更不要让我们忘记旧日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一切平安，新年好。